人类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只有10亿分之一，这是2016年马斯克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的。他说，人类世界极有可能是一台超级计算机的电脑程序。马斯克还以为人类也不是说没有可能活在真实世界，只不过这种概率仅有10亿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和马斯克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好几个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据《赫芬顿邮报》报道，当谈到对虚拟世界的看法时，马斯克就直言，人类极有可能生活在一种由电脑程序模拟出来的虚拟世界中。马斯克回顾了人类最早的数字游戏，也就是40年前的 Pong。这款游戏放在现在看来非常无趣且幼稚，就是2个方块加1个圆点的组合。如今的游戏，什么仿真图像、3D 模拟都登上了舞台，大展身手。甚至在未来，虚拟现实技术还会变得更高端。如此一来，虚拟世界与现实就会愈发难以区别。马斯克甚至还预想了一下，就算将现在的技术发展水平拉低1000倍，1万年后的虚拟世界也将会成为整个世界的主流。这也是说你很难保证如今的世界不是高级文明为了回味过去而在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产物。乍一看，马斯克这一想法非常的破天荒，可实际上这类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早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阐述了一个相当有名的洞穴比喻。具体而言，如果你将一群人拴在一个不见光的洞穴之中，待他们习惯了黑暗之后，放入一个火把，至此这个黑暗的洞穴就有了光。有光是有光，但这群人不被允许转向光，只能背对着光，因此他们也就只能瞧见光打在洞穴上的影子。久而久之，这群人也自然会以为洞穴的影子是真实的事物，真见到实物了，还会以为它是虚假的。洞穴比喻讲明的其实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道理，人只能预见到他认知范围内的东西，超出认知范围了，那么就会判定为虚假。那么就人类的认知而言，眼下所生存的世界显然是真实的。但是大胆点设想，人难道不会是那个背对着光的群体吗？当然有可能。他说，因此柏拉图的这一观念一直在西方盛行。到了笛卡尔那，笛卡尔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人类所遭逢的一切会不会是恶魔制造的完美幻象？人类极有可能活在一个虚幻世界内，在这个世界中，恶魔竭尽所能地去引导人类往他想要的方向走去。如今看来，笛卡尔所言的恶魔可能就是眼下的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虚拟世界，但问题还不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就人类自身的发展来说，人有没有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中呢？你相信人类其实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吗？马斯克的答案是，人类生活的真实世界的概率只有10亿分之一。最可怕的是，科学家们还真的找到了一些证据。就人类的意识而言，它一直被视作需要靠着物质载体而存在的。然而1981年，一个名叫希拉里·普特南的哲学家提出了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大概而言，就是将人的大脑单独抽出来，放在装满营养液的缸中，再通过计算机连接大脑，意识到是可以明显转化为电脑程序上的数据的。这也是说，只要将意识与任意的计算机相连，就能模拟出来一个真实的世界。尽管不存在所谓的肉体，但只要程序设定好，那么大脑依然可以生成触觉、味觉等相应的感受。不得不说，这是相当有可能的。那么紧接着又一个问题来了，如果人类真的存活在一个虚拟世界内，科学上的证据是什么？很简单，就电脑程序而言，它总是遵循着一定的代码延伸下去的。那么这些代码所遵循的规律也会在人类世界当中呈现，偶有意外，它可能也会出现某种编程错误。因此，从人类世界当中，应当是可以找到些许证据或是漏洞的。你还别说，这证据还真有。首先，目前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就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的，宇宙的生成是有规律可言的，这个规律是可以被人类所发现的。其次，在众多规律之中，有一则规律颇引人注意，那就是光速不变定理。简单来说，就是不管在什么参照体系下，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都是一个常数，也就是每秒30万公里，并且这个速度还是光的极限。从现实来看，目前任何物体的速度都不可能达到光速
速或者超过光速。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总会出现接近光速的物体。可科学家们却发现，就算出现了一艘保持光速的宇宙飞船，但它也没办法做到与光并驾齐驱，光依然会以光速超越这艘以光速行驶的宇宙飞船。这也是说，不管怎么努力提高速度，光速都是宇宙的极限，没有任何物体的速度能够超越光速，包括光本身。那么宇宙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只有一个答案或许能够解释，那就是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之中，它必须设定最大值，以保证任何事物都可以正常运行。回想一下，计算机中的最小单位是比特，一个比特可以是1，也可以是0，它们保证着计算机程序的基本运转，这不就是跟光速的存在本质上一模一样吗？而近年来的量子力学的横空出世，似乎更加证实了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虚拟世界的这一说法。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何反而更加证明了人类可能真的生活在一个高等文明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中？科学家们从中发现了一些诡异的巧合。在微观量子世界中，有一个叠加态的基本概念，大意就是当人类不去观察某个事物的时候，该事物的粒子就会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混沌状态。当人类对此做出观察的时候，它才会变成1或是0的状态。这感觉就很像是人们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在进入某个关卡之前，那一关卡的页面是不可能提前显现出来的，只有当人们进入那个关卡了，游戏页面才会陆续的加载出来。游戏为何要如此运作呢？原因很简单，为了减轻电脑程序运行的压力。那么宇宙也是这般状态，是不是也以为它也在减缓自身运行程序的压力呢？因而宇宙只会向人类展现出人类能观察到的东西，那些不能观察到的东西它就不会展现出来。这个状态还是相当恐怖的，因为它确实是在暗示人类不被观察的东西，宇宙都在对其做模糊化处理。那么除开这一事实，还存在着别的证据吗？一些人从外星人着手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已经花费了一定的功夫，可到目前为止别说是什么外星人的痕迹了，就连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都没有找到。各种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在程序设定中压根儿就不允许人类冲出太阳系？太阳系之外的世界其实只是宇宙制造的幻象。因而基于种种设想，2003年一位名叫博斯特罗姆的科学家就提出了一个主张，他以为任何高等文明发展到一定的地步，都会做一件事情，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供其研究。在这一前提下，存在着3个命题，且其中必然有一个命题是成立的。首先，人类一旦创造虚拟世界，就要面临灭绝。其次，人类有了创造虚拟世界的技术，也没兴趣去模拟。最后，人类自己就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当然，也有计算数学专家对此前提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真的存在足以创造虚拟世界的高级文明，那么按照这一运算能力来说，人类永远都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存在于虚拟世界之中。原因很简单，强大的算力能计算出人类所想的任何东西，并以人类的方式展现出来。不得不说，人类为了找到宇宙的真理，真是竭尽所能的脑洞大开。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任何的道理，但科学同样有一个原理可以解释上述的纷争，那就是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个原理很简单，大概就是在没有足够证明的情况下，不如相信最简单的解释，因为它更有可能是正确的。这也是说，关于人类是不是活在虚拟世界中，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在此之前，不妨先相信人类是活在真实世界中。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